一碗灰汤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在舍卫国有一个非常可怜的小孩，一出生就有驼背的残疾，而且由于家里贫穷，经常得不到饮食。后来他逐渐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产生了信心，便祈求父母同意自己出家了。出家以后，小驼背还是经常吃不饱。当僧众一起接受供斋时，经常是别的比丘已经用完斋饭了，他还没有得到食物。有时是因为刚轮到他，斋饭就没有了；有时是因为施主供养到他，突然有事离开，回来后就从下面的比丘开始供养了。为此，世尊专门制定了上面的比丘未得食前，下面的比丘不能受食的戒律。尽管如此，小驼背比丘还是经常吃不到饭，到城中化缘也经常是空钵而返。有一次轮到他去打扫世尊的内殿，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能吃饱饭，身体慢慢健壮起来，精神也好了许多。他借此机会精进修行，很快就获得了阿罗汉果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轮到别人去做这件事了。小驼背比丘还是想去打扫殿堂，以便生活好一点。第一天，当他去打扫时，一位比丘已经把殿堂打扫干净了，他只好到城中化缘，可是却一无所得。第二天，他早早去打扫殿堂，谁知殿堂又被打扫干净了，结果当天他又没吃到饭。第三天，阿难介绍了一位施主给他供斋，小驼背比丘到施主家化缘时，却没人理他。原来那位施主临时有事出门，匆忙之中忘记告诉家人供斋之事，结果他只得空钵而归。第四天，阿难到城中化到2钵饭，自己吃了1钵，另一钵准备带给小驼背比丘。可是途中来了一群恶狗，把钵里的饭抢完了。到了第5天，目犍连听说小驼背已经4天没吃饭了，就到城中化了2钵饭，自己吃了1钵，1钵准备带回来。不成想途中飞来一群乌鸦，把钵里的饭抢得精光。第6天，舍利子化到2钵饭，自己吃了1钵，带着另一钵饭回来，没想到在路上被一群非人抢走了。这一天，小驼背比丘又没吃到饭。第7天，舍利子又化了2钵饭，自己吃了1钵，另一钵饭带回来给了小驼背比丘。就在他伸手接钵之际，大地突然裂开，钵盂一下就掉了进去。幸亏舍利子尊者以神变，把钵盂从金刚大帝抢了回来。可怎么也没想到，小驼背取了一口食物，刚刚送到嘴边，一阵风把食物吹散了。舍利子尊者看到他实在没有进食的缘分了，便给他取来一钵水。但众多非人却向水中洒沉，结果水变成了灰汤。小驼背阿罗汉知道这是自己的业力，喝了一口灰汤后，因饥饿而示现圆寂。本来目犍连和舍利子是佛陀座下神通第一和智慧第一的大弟子，可是当小驼背比丘的业力现前时，他们也爱莫能助。那小驼背比丘到底造了什么业？今生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位，
还要感受如此果报呢？原来，很久以前，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一次儿子外出时，母亲对许多比丘供养了斋食。这个儿子是个谦吝的人，他得知母亲供斋之事后，非常恼火，一气之下把母亲关进一间空屋里，7天7夜不理不睬。母亲饥饿难忍，恳求儿子给他一点吃的，儿子却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自己的那份食物已经被你给了比丘，你还想吃什么呀？吃灰吧你！”说着，他故意在一碗水中撒了许多灰，并把这碗灰汤递给了母亲。母亲强忍悲痛，喝了一口灰汤，终因饥饿而死亡。这个儿子以此恶业，连续不断地堕入恶趣，感受痛苦，并在许多世中因饥饿而死。即便是获得了阿罗汉果位，也同样要遭受如此果报，同样在临终时要喝灰汤。